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B。今天我想跟你讲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如果你发现你在显化的过程啊，你已经看了很多很多影片，看了很多很多书，也尝试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，可是都还是没有显化你要的东西的话，你可能是缺少了一样东西，就是今天的影片要讲的东西，非常非常重要哦。显化里面最重要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？就是感觉啦，感觉就是最大最大的秘密。今天我要讲的是这本书《感觉是秘密》，这个是显化大师 Neville Goddard 写的书。Neville Goddard 就是假设法则的祖师爷，你可以这样讲，他是差不多100年前的人了。他教导非常非常多人显化成功。我的频道里面也常常介绍假设法则的东西，今天也要继续来讲。感觉是秘密。如果你对你想要的目标、想要显化的梦想没有感觉的话，那你是不会显化它的。不好意思，我讲话可能会比较直一点。如果你发现你常常都是又写说我已经有多少多少钱了，我已经有多少多少钱了，我已经是百万富翁、千万富翁了，他已经喜欢我了，他很爱我，我已经跟他在一起了。好，如果你写了这么多，可是都还没有显化的话，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缺少感觉，你只是很机械性的在写这些字，好像一个机器人一样，没有感觉的一直写，那这样是没有用的。我们在显化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感觉到那个愿望已经实现了，你已经是你想要变成的那个人了，你已经拥有你想要的东西了，你已经在那个状态里面了，那个感觉绝对是很好的，一定是很正面、很开心的感觉，不会是很负面、不开心的感觉。所有你想要的东西，你想要得到它，其实就是因为想要感觉更好而已。所以你要先感觉到它，你才会拥有它，而不是先拥有了它之后才会感觉到它。没有，绝对是先感觉到才会拥有。每一种感觉都会在潜意识中留下烙印，你越常感觉着某一种状态，你就越容易变成那种状态。无法控制自己感觉的人，就很容易显化自己不想要的实相。所以要训练自己，只去想象和拥有那些会让自己幸福的感觉。那么直接来讲个故事吧。有一对夫妻啊，他们住在亚特兰大。这个丈夫呢，他是空军，是在美国的军队里面工作。美国的军队就是有点像公务员这样子，他们驻守的地点都是政府安排的，所以他们有时候会被调到不同的地方去工作。有一天，上级就突然下了一个命令，要把这个老公调到欧洲去，也不知道要调多久，可能会是1-2年的时间都有可能。这个老婆就非常非常难过，因为她可能没有办法一起去欧洲，她不想要跟老公分隔两地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她其实心中想要去的是佛罗里达，她一直都很希望老公可以被派去佛罗里达，因为那边天气很好啊，环境很好。她就非常难过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刚好啊，她的阿姨是 Neville Goddard 的学生，她听了一下她的烦恼，就跟她说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的老公被派到佛罗里达，就是用假设法则。如果你已经在佛罗里达的话，你会感觉怎么样呢？你会做些什么呢？她想一想，就是我会感觉到这边的阳光非常的温暖，这个微风非常的温暖，而且我会闻到有海风咸咸的味道，而且我会感觉到沙滩的沙子都温温热热的，好舒服哦。他们就把房间的灯关掉，开始坐在那边想象已经在佛罗里达了。哇，那个海风有海水咸咸的味道，好舒服哦。我们把鞋子脱掉吧，我们来感受一下温温热热的沙滩，然后就想象脚已经泡在沙子里面了，很舒服，静静的享受佛罗里达的风和温暖的阳光。哇，真的身体都不知不觉的热了起来呢。那几分钟，他们真的好像已经在佛罗里达了。没想到2天之后，上级又传来一个讯息，指派她的老公现在 right now 搬到佛罗里达去驻守，直接调去佛罗里达，欧洲也不用去了，直接就 right now 给我去佛罗里达。5天之后，他们就在前往佛罗里达的火车上了，顺顺利利的搬去啦，真的是太神奇了。所以你看，感觉是不是真的很重要？他原本都很想去佛罗里达，可是一直没有啊。直到你开始用了假设法则，开始去感觉你要的东西之后，愿望马上就实现了，实在是太神奇了。意识是唯一的实相，意识就是创造现实世界的根源跟本质。这书里面也有清楚的解释意识跟潜意识的运作。显化是要靠意识跟潜意识一起合作的。意识是我们现在平常清醒的状态，意识也是比较主动的角色，它可以决定我们想要的愿望、想要的目标到底是什么。实现愿望的部分就是交给潜意识了。
你要把你的愿望烙印在潜意识里面。这个烙印的过程就是用感觉，重复不断的去感觉你要的东西、你要的目标、你的梦想，然后那个达成愿望的方法就会自己出现了，你就会有灵感去做一些事情，或者是像刚才的故事一样，你可能根本不用做什么事情，事情就发生了。睡前就是显化你的梦想最棒的时间了。睡觉的时候，你躺在床上，你整个人会很放松，闭上眼睛，脑波就会慢慢进入阿法波。阿法波就是在意识跟潜意识中间的那个波段，它非常非常适合用来显化你要的梦想。这边要补充一下，常见的脑波有4种，贝塔波是平常醒着的时候的脑波，阿法波是介于醒着和睡着中间，也是意识和潜意识的桥梁。θ塔波和 delta 波是在睡眠的时候会产生的梦境或是无意识的状态，也是深层的潜意识。这边我们在讲的是阿法波。所以 Neville Goddard 常常都在讲说，你睡前一定要想象你的梦想已经实现了，想象你已经成为你想要变成的那个人，想象你已经拥有你要的东西，要好好的妥善利用睡前的这段时间。睡前就是黄金时刻啦。平常醒着的时候呢，也是可以让脑波进入阿法的状态。只要你闭着眼睛开始 focus 一段时间之后，你的脑波就会慢慢进入阿法了。所以静坐冥想其实都是让脑波进入阿法的状态。祈祷也是哦，因为祈祷的时候你会闭着眼睛，然后很专注在你的愿望嘛，所以脑波也会进入阿法的状态。祈祷不是属于任何宗教的，它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情。祈祷不要用请求的方式哦，拜托老天爷救救我啊，拜托老天爷让我嫁出去啊，这样子都是在请求，没有用的，因为代表你还没有拥有你要的东西啊，所以这是错误的祈祷方式。正确的祈祷方式就是先闭着眼睛，放松一下，想象你已经有你要的东西了，想象你已经成为你想要变成的那个人了。你会感觉到什么呢？去感觉那个感觉。感觉是唯一一个能够将想法传递给潜意识的媒介。要控制潜意识，就要先从控制你的思想或感觉开始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哦。在1950年的时候，有一个学生跑去找 Neville Goddard 帮忙。这个学生他是纽约某一间银行的高级主管，那他就很烦恼啊，就说：哎呀，我都已经中年了，可是我的工作一直都没有被升迁上去，我的孩子都要上大学了，你知道大学学费非常贵啊，我觉得以我现在的薪水，我真的付不起孩子的大学学费啊，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可以升迁了。我也去找公司的上层跟他们谈，可是没想到上层竟然说他们没有办法让我升迁，还说如果我不满意现在的薪水的话，就叫我滚吧，去找别的工作吧，我该怎么办呢？ Neville Goddard 就问他说，那你理想中的工作到底是怎么样呢？他就说啊，其实我很希望能够在基金会或是学校里面管理他们的钱，就是有点像 CFO 的工作，因为那些机构啊都有很多很多钱要管理，我觉得我一定可以做得很好。 Neville Goddard 就教他每天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闭上眼睛，想象那一天就是一个超棒的一天，想象他已经得到了他想要工作的 offer， 想象他已经在管理某间大型机构的很多很多钱，非常非常满足，而且如果做对的话会感觉到非常的放松哦，好像一颗石头落了地一样的那种感觉。于是就从12月初，那个男生每天晚上都做这个想象练习，每天哦。结果在2月初的时候，真的有一个大型机构就来找他，请他来管理他们机构里面的所有资金。他立马就答应这个 offer 了，而且那个薪水真的比原本好很多，让他可以支付孩子的大学学费，而且工作的内容也让他觉得非常有成就感，完全超乎他的想象。你在做想象练习的时候，要有一种轻松放松的感觉。如果你常会紧张，觉得说啊不做这个不行了，或是如果你把它当做回家作业一样的那么严肃的看待的话，那也是会有反效果的。这个感觉希望你可以亲身去体验，因为有点难解释，只要多做几次练习一定会成功的。这个世界真的就是一面镜子，它会直接反映你的意识状态。你没有办法显化你不是的东西，你只有办法显化你的本质，就是你的意识状态。所以如果你想改变世界，改变这个实相的话，就是改变你自己。这本书真的很浅显易懂，而且它很薄，非常容易就看完，里面只有重点没有废话。连结在下方，大家可以去看看哦。关于更多假设法则，这边还有一支影片，里面有很多很多精彩的故事哦。
看完一定会让你更了解要怎么显化的。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就可以看更多这样的内容咯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